今年4月，我们才聊到台达电怎么用气冷转液冷的 Sidecar 当做过渡期方案。结果你看，到了2026年中旬，台达电的 AI 营收比重已经强势突破25%了，连 400V 高压直流系统居然都提前量产。没错，而且在资本支出狂暴砸下700亿，甚至把折旧从5年缩短到3年的背后，这家公司的战略盘算远比你想的深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直接从 AI 共研壁垒一路拆解到2028年 SOFC 离网发电，带大家看懂台达电的终极转型棋局。2026年中旬的最新财报一出来，最让人倒抽一口气的绝对是这个数字。原本大家以为 AI 营收比重顶多就是 20%， 结果到了第二季直接强势突破 25%， 这还只是前菜哦。现在法人甚至看好2027年会直接冲上 50%。 老实说，这哪里还是我们认识的那家传统电源供应器厂啊，纯度根本已经是 AI 概念股了吧。但真正让我吓到的是，他们那个资本支出一口气上修到史诗级的700亿新台币，700亿耶！而且将近70%全部砸在设备跟自动化上。一家做硬体的，到底在布局什么样的战略棋局，需要这样不计代价的狂烧现金？难道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们还没看到的市场海啸吗？而且最狠的是，他们居然主动把 AI 相关设备的折旧年限直接从5年腰斩砍到3年。在 AI 设备更新换代这么快的军备竞赛里，把折旧缩短，等于每季要认列的非现金支出会大暴增，这样不是会把短期的每股盈余，也就是 EPS 给压逼吗？这对账面利润很伤吧？这就是他们经营杠杆玩的最极致的地方咯。你回头看2026年上半年的时机，累计 EPS 居然狂飙到 17.59 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短短半年的获利，已经超越了台达电过去历史上任何一年的全年 EPS 总和。这铁一般的证明了，就算有3年折旧这个财务护城河压在那边， AI 高毛利产品带来的强大印钞能力，照样让获利直接冲破天际。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部分，台达电是怎么从单一的电源厂华丽转身变成全方位的 Total Solution 供应商。台达电现在早就不是单纯卖零件的了，根本是能跟云端巨头平起平坐的 AI 系统整合商，从板端的垂直供电、整座机柜一路包办到设施端。不过仔细看4大事业体的获利，会发现一种很极端的两极化。你看左边，电源与基础设施，也就是包含 AI 在内的这一块，上半年营收占比已经过半，获利根本是用喷的。但你往右边看，交通部门因为电动车市况真的太疲弱，第二季单季亏损竟然扩大到 3.86 亿台币，这完全是靠 AI 的庞大现金流在死死扛着传统部门的亏损啊。没错，但这正好展现了他们极高的战略韧性。面对电动车需求疲弱，台达电没有傻傻死守，而是立刻在泰国进行了产能腾挪，非常果断地把2个车用厂区缩减成1个，腾出来的现成空间，还有那些8米挑高的厂房，1秒钟都不浪费，马上转去生产现在需求极度强劲的 AI 系统。这种产能调度的弹性，才是制造业真正的硬实力。接下来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聊聊迎战 EMW 怪物级机柜的2大核心技术 HVDC 高压直流与液冷双引擎。现在 AI 伺服器机柜的功耗真的是无情的朝着1 megawatt 的等级狂奔，传统的交流电跟气冷早就快撑不住了，原本市场预期还要再等等，结果正负 400V 的高压直流系统居然在2026年第3季就提前量产了。而重头戏，也就是跟着 NVIDIA Kyber 等次世代架构走的 800V 系统，预计2027年就会全面大放量。你要知道 800V 可是能把电力转换的能耗直接减少 30%， 对云端巨头来说，这省下来的电费绝对是天文数字。而且说到散热，他们这块营收占比也稳健突破 12% 了，尤其是这个俗称 Sidecar 的 L2A 液对空技术，现在年成长率居然高达 80%。 为什么会这么猛？因为全世界那些旧的资料中心根本来不及为了 AI 去改建水路， Sidecar 就是最完美的救急房改装首选，整台机器推进去就能直接用。这完全是台达电在2027-2028年全面转向 L2L 液对液方案之前最巨大的一台印钞机。好，那来到第3部分，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技术质变背后，台达电真实现现金制造能力与估值重构。刚刚提到3年折旧会压低账面净利，那台达电真正的现金制造能力到底多强？内行人看门道，我们要看的是 EBITDA， 也就是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。
只要把那3年折旧带来的会计噪音剔除掉，你会发现2026年第2季的 EBITDA 竟然高达441亿新台币，年增将近80%。这个数字直接证明了他们底层的印钞能力极度凶悍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有底气每年砸700亿扩产的真正本钱。这也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法人给出的前瞻 EPS 预估会这么敢给。2026年中位数预估大约是39.3元，到了2027年，随着 HBDC 放量加上 AI 营收过半，上看60到62.68元。如果再往后看到2028年 ，SOFC 燃料电池跟微电网也跟着放量，中位数甚至上看89到93元。这种3级跳的成长曲线，完全是建立在极高的技术壁垒之上。听完前半段台达电上半年亮眼的财报数字，以及法人对未来3年稳健成长的预估 EPS， 接下来我们要直击更核心的商业壁垒。究竟台达电是怎么跟 NVIDIA 深度共研，把后进者死死卡在门外，又是如何靠 SOFC 燃料电池接管未来的 AI 电网危机？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这期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、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解析。第4部分，我们来个残酷的检验，财测超标与市场逆风的真实对比。我们对比一下之前的法说会指引，好消息是强势超标 ，AI 营收占比原本预估全年20%，结果 Q2 直接飙破25%，规模经济也把盈利率拉高到了16.7%到17.8%的历史高档。但逆风区我们也不能装作没看到，除了刚刚提到的电动车持续亏损，工业自动化也就是 IA 不稳，在第2季也因为 memory 记忆体等关键零组件严重缺料，导致出货递延，出现了小幅亏损。再加上去年底为了清理战场，还认列了10几亿的商誉减损，这都显示了转型之路绝对不是没有阵痛的。那么第5部分，我们就要来探讨为什么其他竞争对手就是抢不走台达电的高毛利，他们的共研与技术护城河到底有多深？市场上大家都在做电源机柜，像光宝壳啊，或是其他厂，为什么追赶得这么辛苦？答案就在深度的生态绑定。第一，这叫做架构及共同开发。台达电是极少数能够深度参与 NVIDIA、Blackwell、Rubin 甚至 Kyber 架构定义的厂商，把自家的软韧体 DCIM 系统无缝嵌进去，这创造了极端高的客户转换成本。第二招更狠，直接砸20亿美元，将近65亿台币，跟英飞凌签了 SiC 碳化矽的长约，等于把次世代最关键的功率半导体产能全部锁死，让对手就算接到单，也会面临有单无料的死局。靠着这种一站式的电加热整合方案，台达电硬是把毛利率长期锚定在35% 以上的头档位。最后第6部分，我们把格局再拉高，看看台达电面对 EMW 功耗带来的全球电网危机，端出了什么终极解方。当 AI 机柜的功耗无情地冲向1 megawatt， 这早就不是单纯的散热问题了，这是全球电网即将崩溃的生存危机。大家都想要 AI 数据中心，但谁都不想把发电厂盖在自家后院，这就是标准的 NIMBY 效应。为了解决这个痛点，台达电下了一步最深的棋 SOFC 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，他们直接砸下121亿台币在观音建厂。时间表很明确，2026年送台电测试，2027试产，2028年就要进入海量生产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台达电要从纯粹的设备商强势跨界，直接接管未来的离网发电基础设施。而且这个 SOFC 技术真的很夸张，发电效率高达60%到85%，采用金属基技术，硬是把发电成本压到了每度电只要4块钱新台币，这完美解决了云端巨头到处缺电的焦虑。更绝的是台达电还私募入股了中鼎工程，结盟组成微电网 EPC 战略联盟。以后的剧本就是云端巨头的资料中心盖到哪里，台达电的模组化发电厂就跟到哪里，完全实现自给自足。这也完美呼应了他们那700亿资本支出的最终目的，建构全球分散式的防御网。你看他们现在的产能布局，中国45%支援内需，泰国30%作为液冷核心跟新厂扩建，台湾保留10%到15%做高阶研发跟 SOFC， 再加上美国、墨西哥的在地组装，每一个新厂都特别预留了8米高的挑高空间，就是为了未来要组装庞大的 AI 机柜跟微电网设备。这3层防护罩就是他们应对地缘政治与关税风险的最大底气。回顾这阵子，台达电的股价从2585元的高点一路修正到1425元。
如果对照我们刚刚拆解的未来3年上看90几元的前瞻 EPS， 还有那高达441亿的单季 EBITDA 狂暴现金流，现在这价位或许不能说极度便宜，但就像巴菲特那句名言，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一家好公司，要比用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家普通的公司来得更好。只要它的技术护城河还在持续拓宽，长线来看，这依旧是个极具战略价值的标的。所以，当 AI 伺服器的功耗毫无极限的突破 EMW 大关，台达电究竟是能靠着 800V 高压直流与 SOFC 微电网，成功跨身接管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终极救世主，还是说这一切终究只是一场随波逐流的资本支出军备竞赛？数据与护城河都已经摊在眼前了，剩下的就留给市场与时间来验证。我们这一期专题就到这边，下次见。